剑分为凡剑、明剑、灵剑、仙剑、神剑、圣剑6个品质。无钩剑铸造完成之时，就是人间明剑，有能斩尽世间一切妖魔鬼怪的力量。后来他用神血重新铸造，成了一把毁天灭地的神剑。铸成之时，竟把天界都给震动了。电影还要从女娲补天之后说起，遗弃的一块神石掉落到人间，自称为石中玉神。天庭这时有2大天神，无天和刑天。无天冷漠无情，遵循天规，不允许神仙和凡人相爱。刑天却仁慈有爱，他不愿意和无天作对，引发天界大战，就一直躲在他的身后。这天，无天派正神下凡抓拿飞云天君，他私通凡女，触犯天规，而和他相爱的凡间女子要被处死。这时石中玉出现，要管此事。正神对他说：我知道你在人间修炼多年，就是为了上天庭，你只要不插手此事，我就在无天面前为你美言2句。但是石中玉却认为见死不救，还不如不做神仙。正神大怒，要强制让他跪下。在山的另一边，铸剑女正在铸造宝剑，这宝剑的力量太过可怕，有能斩尽世间一切妖魔鬼怪的力量。宝剑的光芒吓坏了狼精，他感受到这剑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，率众妖杀到铸剑女家中，要抢走宝剑。这时无钩明剑铸造成功，铸剑女拿着宝剑追杀狼王，狼王逃到了石中玉这里。他看到凡间女人，将她的血给吸光，来补充自己的体力。石中玉大怒，将她打了一顿。打斗中和铸剑女碰在了一起，铸剑女因为是凡人，看不到她的存在。石中玉被铸剑女的容貌给惊住了，500年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，对她一见钟情。无天在天上看到石中玉的行为大怒，降下天雷恐吓他。石中玉却抢过无钩明剑扔向了他。晚上，狼王带着手下再次夺剑，这次狼王用了法术，铸剑女看不到他们。石中玉赶紧来帮忙，他用自己的神血帮铸剑女开启了天眼，这样他神仙和妖怪都可以看见了。铸剑女轻易将狼妖给赶走了。石中玉告诉铸剑女，自己不是妖精，而是一块石头。他对铸剑女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想要追求她。这一行为惹恼了无天，无天发动法力要对付他们，但刑天帮他们挡了下来。石中玉要教铸剑女御剑飞行，他约铸剑女到石桥见面。铸剑女穿着薄衣，早早就来到天桥等他。石中玉却迟到了，铸剑女这下生气了。石中玉赶紧给他道歉，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铸剑女。他是天上掉落下的神石，天庭让他在此好好修炼，会带他上天的。但500年过去了，天庭没有履行承诺，石中玉就这么被抛弃了。铸剑女对他十分同情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。石中玉还为铸剑女起了个名字红花。石中玉要教她御剑飞行时，神剑却早已自动认主，不允许外人碰她。这时天兵奉无天之命来抓拿石中玉，但石中玉修炼了500年，这些天兵根本打不过他，都被他给打走了。晚上的时候，丹火天君来到了此地。原来无钩剑是他让红花打造的，天君给了他一颗宝珠。这时天君看到了地上的鲜花，想起了他的爱人，他想要将此花给带走，红花却不同意，因为这是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。但天君却说这是他和妻子一起种的。原来天君就是红花的亲生父亲，当年他和红花的母亲相爱，但红花的母亲是凡人，他的行为触犯了天规，他为了自己前途抛弃了母女2人。红花知道后不想认天君这个父亲，他将宝剑和宝珠都扔给了天君，他的东西红花都不会要。天君却告诉他，这颗如意宝珠有神奇的功能，可以实现1次愿望。红花还是没要，不愿再见他。红花走后，天君对石中玉说，你也是神仙，你不能和我女儿相爱，不然会害了她。石中玉却不在意天规，执意要和红花在一起。天君为了保护女儿要杀了石中玉，这一幕却被红花给看到了，他大骂了天君一顿。天君扔下宝剑离开了。这时无天的手下大力神要来抓拿石中玉，石中玉不是对手，被囚禁在了虎头法柜。红花带着无钩剑来救他，大力神现身阻止。红花对他说，你只是无天手下的一条狗，我杀了你他也不会在意，你最好就此离去。大力神执意要打，红花一招无钩射月就将他给杀死，但自己也被大力神的法力创伤。这时狼王出现要夺剑，红花被他打倒在地。这狼王也真是纯净的妖怪，放着美人不要，只要宝剑。这时无天现身，狼王赶紧将此剑献给了他，想要为无天效命。
吴天为了不让红花和石中玉在一起，在他身上下了诅咒，病魔缠身，并且只要和石中玉见面，石中玉的法力就会全无。石中玉从虎头法柜出来后，就赶紧去找红花，却根本找不到他，而红花被吴天给囚禁了，狼王负责看押他。狼王也还真是执着啊，还想夺剑。红花和他打了起来，石中玉听到剑声，立马赶了过来，但红花对他说自己中了吴天咒语，两人不能见面。天君出现将他给带走了。石中玉醒来对他说，你不要再当吴天的走狗了，红花可是你的女儿。天君却对他说，我肯定比你还关心我的女儿，但吴天想做的事没人可以反抗。天君带着石中玉去看了红花，他让石中玉答应自己一定不要和红花相见，不然你法力全失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天君拿走吴钩要去吴天那里将如意宝珠给拿回来救红花，但天君和吴天的法力悬殊，宝珠没有拿到。石中玉很生气，他要重练吴钩将宝珠给夺回来。红花告诉他，他这个剑是人间名剑，没有办法和吴天对抗，要想让他成为神剑，需要剑引，而剑引就是天神所留的金血。天君决定不再懦弱，为了让吴钩成为神剑，他跳进了火炉中，神剑炼制成功，剑气竟把天界都给震动了。石中玉拿到神剑，日夜练习剑法，剑法大成后，他向红花告别，要去抢回宝珠来救他。红花感到很惭愧，石中玉为了他永远都当不了神仙，失去了多年来的梦想。但石中玉却对他说，失去梦想不算什么，得到你，我此生无憾。石中玉忍住相思之情，毅然决然踏上了灭天之路。石中玉来到天山后，吴天派天兵将他给围住，但吴钩现在是一把神剑，再多的天兵也奈何不了他，每拔一下剑就会死一位天兵。吴天完全不在意他们的生死，直接让他们向前冲。石中玉越杀越勇，吴天也只好亲自动手。他劝石中玉归降自己，会给他一个大官。石中玉完全不要，今天就要杀了吴天，夺回宝珠。吴天看他不降，和他打了起来。吴天有不坏金身，神剑也伤不了他。石中玉被他一招裂石穿云给打成了重伤。石中玉赶紧用出万箭齐飞，天兵的灵箭都刺向了吴天，却还是没有破了他的不灭金身。但石中玉却发现了他的死门，最后他用无钩神剑刺向他的死门，打败了他。这时刑天出现，石中玉知道刑天是仁慈的，他请求刑天先让自己拿回宝珠救红花，然后再回天庭认罪。石中玉走后，刑天让手下将吴天给带走，从此他执掌了天庭。石中玉带着宝珠下凡，两人终于可以见面了。他用宝珠许下愿望，救好了红花。这时刑天带着天兵来了，他将宝珠打毁，没有将石中玉给带走，要让他一直和红花在一起。天神剑女是一部老电影，电影唯一能看的就是女主周慧敏了。这周慧敏看着就有一种初恋的感觉，不愧是第3代玉女掌门人。有一句怎么说的？我爷爷和我爸爸都喜欢她，而我是想娶她。近年来周慧敏又是大火了一阵，她演唱会的状态真是太好了，这腿真是太逆天了。你说这是20多岁的小姑娘我都信。周慧敏的歌也是非常的好听。那么你最喜欢她的哪首歌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